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大鼠。本期视频给大家讲解一下《兵马俑打工记》这部短片的整个 AI 工作流程，以及我个人的一些经验和心得。还没有看过这部短片的小伙伴可以先去看一下。整个视频的 AI 工作流程大致分为5步，分别是剧本的创作、纹身图、图生视频、配音以及后期的剪辑处理。首先我们先来说第一步，剧本分镜脚本的创作。这里我所用到的 AI 工具是 ChatGPT 和 Timi。如果是国内的小伙伴可以使用 Timi， 如果能科学上网小伙伴还是建议使用 ChatGPT， 因为测试对比下来，个人感觉 ChatGPT 比 Timi 给出的结果更好。但是目前 ChatGPT 免费的话，只能每3个小时用40次对话左右，基本够用。超过限定的数额的话，它的版本会降为 3.5。如果不够用的话，稍后我再介绍一种可以免费白嫖 ChatGPT 4欧的方法。这里我就用 ChatGPT 来做演示，如何创作一个剧本。一般在开始创作之前，相信大家心里都有一个大概的故事梗概。那么你要跟你的 AI 说，你需要一个多少分钟，什么类型的剧本，内容是什么，故事是要有创意、励志还是悲情、伤感等等，它的情节是怎么样的，比如说是跌宕起伏的、快节奏的、氛围紧张的、快乐的等等。这时候你还要跟 AI 说，它给你输出的结果要包含哪些内容，比如说要包含剧名、主要的人物、人物关系、故事情节、主题等等。根据前面所说的方法，我给 ChatGPT 输入一个这样的指令，然后它就给我生成了一个剧本。一般来说，开始生成的剧本都不会特别满意，我们要让 ChatGPT 一步一步的优化它。比如说这点画面1的内容我感觉太简单的，还有这里小章的故事情节我不太想要，所以我又给 ChatGPT 输入一个指令，画面1的内容我需要更详细一些，并且要删掉小章的情节。然后它又根据我的指令重新生成了一个剧本，但是这样看还是有点眼花缭乱，所以我又给它一个指令，把这个故事改成一个2到3分钟的分镜脚本。脚本的结构包括序号、景别、风格、画面内容、镜头时长、镜头运动等，用表格的形式列出来。根据指令，它给我生成了一个详细的分镜表格，这样看起来就会比较直观。如果需要修改哪一个分镜，直接跟 ChatGPT 说就可以了。比如说我需要修改分镜2的内容，那么我再给 ChatGPT 一个指令，我需要把序号2的分镜改成在一个现代化的房间内，于是它会根据我所给的指令再修改是剧本。再比如说我想删除序号16到26之间的分镜，然后它就会根据我所给的要求删除16到26的分镜。就这样我们要一步一步的优化，只要它符合你心中的预想。接下来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可以免费白嫖 ChatGPT 4的平台，叫做 Codes。它是字节旗下的一个 AI 智能体平台，分为国内版和国际版。国内版的话只能用国内云雀等大模型，而国际版的话可以免费使用 ChatGPT 4所有的版本和 DALL 3。使用方法在这里我就不详细介绍了，网上都有相关的教程，大家可以研究一下。第2步，分镜图片的生成与处理。这里我们为什么不用纹身视频呢？因为图生视频的画面更加可控，风格一致性保持更佳，而纹身视频的话随机性太多，不能保持画风、人物等一致性。纹身图我经常用到2个工具是 Midjourney 和 SteadyFiction， 这里我选用的是 Midjourney，因为 SteadyFiction 需要去找模型，
对显卡的要求比较高，但是它免费开源，而 Midjourney 的话是需要付费，但是出图快，对电脑也没有任何配置的要求。还有一点是生成的图片光线或者效果都更加真实。这里并不是说 Stable Diffusion 生成的图片不真实，因为 Stable Diffusion 生成图片需要大模型，而有些模型训练出来的效果是良莠不齐的，特别是一些小众风格的模型很难达到很好的效果。学了很多教程，都知道 Midjourney 生成图片需要主体、环境、氛围、灯光、色彩、构图、风格等，但是就是不会写，脑子也没有画面感，不会写关键词，那么如何生成想要的图片呢？这里我给大家推荐2种方法。第一种，在 Midjourney 的官网搜索关键词，比如说我们要生成一个兵马俑的图像，我们在官网这里搜索兵马俑的英文，然后就会出现一大堆兵马俑相关的图片。如果我们看中哪一张，比如说看中这一张，我们仔细进去把它关键词复制一下，然后修改一下，就成为我们的图片了。第二种方法，用 ChatGPT 生成 Midjourney 的相关关键词。这里我有一个小技巧要分享给大家。首先打开 ChatGPT 的首页，在左侧这边有个探索 GPT， 然后我们点进去，在顶部有个搜索 GPT， 在这里我们只需要输入 Midjourney， 出来的第一个 Midjourney Gentle V6 版本，然后我们选择它，选择开始聊天。这是一个专门针对于 Midjourney 生成提示词的智能体，我们只需要给它一个简单的中文提示词，它就会给我们生成一个完整的英文提示词。比如在这里，我输入一个正在坐地铁的兵马俑。稍等一下，正常的话它会生成5个相关的提示词。好，现在看到它已经生成5个相关的提示词，我们只需点击右侧这里复制代码，无需再这样子划线复制。来到 Midjourney 这里，也不需要再输入指令了，直接张贴就可以了。它就自动为我们生成图片了。接着我们依次把5个关键词都复制到 Midjourney 里面，让它继续生成。有时候它出来的风格和我展示的不一定是一样的，不能一键复制，那怎么办呢？我们给它一个指令，请把生成的结果解析成代码模式，它就会自动解析成代码模式，就可以直接一键复制了。现在回来，它生成的图片的质量还是非常不错的，大家看一下，然后选择一种风格你喜欢的，继续生成它，或者电图生成它就可以了。如果还有不满意的地方，可以继续在这个关键词里面修改它就可以了。比如说现在是一个坐在地铁的兵马俑，那么我们可以改成一个坐在地铁戴着墨镜的兵马俑，进一步优化它，是不是特别简单？为了保持画面风格和尺寸的统一，这里举个例子，这第5个提示词的风格我特别喜欢。回到 ChatGPT， 再给它输入一段指令，我后面所有生成的提示词都需要 Prompt 的风格，在每个提示词后面都加上比例的参数，然后它就会根据我的要求生成第5种风格带比例的参数，这样就很好的保持了后面所给的提示词风格统一、尺寸统一。我们只需到剧本中把画面内容复制到 ChatGPT 中，让它给我们生成画面提示词即可。把生成的提示词一键复制到 Midjourney 生成图片，筛选到我们往例的图片为止。
筛选到满意的图片，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大，保存到文件夹。这里举个例子，一般我们推荐把每个分镜都新建一个文件夹，分镜内每个图片按照10递加的方式命名。这样的好处是，如果我们需要在2张图片之间再插入分镜图片，就不用再重新命名。如果想所有图片集合在一起，不想新建文件夹，也可以按照这种方式，1-10表示第一个分镜第一张图，也是以10递增的方式命名图片，这样子就会比较直观一些，也方便我们后期的管理。生成的图片有时候个别张需要后期的处理，比如说这张图片，它是怎么做到举起手点赞的呢？这里有3种方法。第一种，用 Midjourney 的重绘功能；第二种，用 Photoshop 的 AI 图片处理功能；第三种，用极梦的画布功能处理。首先我们先来说第一种，用 Midjourney 的重绘功能。在生成图片的右侧有个 Valley 的重绘功能，我们点击进去。这里有一个矩形和套索形的重绘工具，我先把之前的撤销，使用套索工具把需要重绘的区域圈起来，输入提示词，内容是举起手并点赞，再点提交。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重绘区域后的图片是举起手点赞的。这样做的好处是保持后面的背景不变。如果我们需要做成动画，只需要把原图作为首帧，把重绘后的图片作为尾帧，这样生成的动画更加统一，更加丝滑流畅。第二种方法，用 Photoshop 的 AI 功能。启用这个功能必须是正版，并且版本在2024以上。我们先用套索工具把需要重绘的区域圈起来，下方会出现一个创程式填充，选择它，会弹出一个提示框，输入提示词就可以。这里我没有购买，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免费白嫖的方式。首先打开 Adobe Firefly 的官方网站，在右侧的用户头像这里，我们点击可以查看每个用户每月可以获得25个积分。这里的积分可以用来创作图片，如果积分用完了，可以再重新注册一个账户就可以了。页面下拉，点击生成式填充，选择上传图像。图像上传成功后，可以看到左侧有4个功能按钮，分别是插入、删除、扩展和平移。我们首先使用插入的功能，选择添加，涂抹需要修改的部分，输入关键词，点击生成，它就会生成3张图片，选择满意的点击保留即可。如果不满意的话，可以选择右侧的更多，再继续生成满意的图片为止。第二个功能删除，我们可以把不要的部分删掉。在这里，我们需要把前面的人物删除掉，只保留后面模糊的背景。首先选中左侧的删除功能，然后涂抹整个人物，尽量涂得均匀一些。再点击删除，它就会为我们生成3张图片，选择合适的图片保留下来即可。第三个功能，扩展。如果我们想把图片扩展得更大一些，这里就可以用上扩展。它可以选择比例，也可以自由拉伸，把图片拉伸到我们需要的大小，选择生成即可。它就会为我们生成3张扩展后的图片，选择合适的，点保留。最后生成的图片，点击右上方的下载，保存到本地即可。第三种方法，极梦的画布功能。首先我们打开极梦的官方网站，点击左侧的智能画布，选择尺寸。因为我们的图片是16:9的，我们选择16:9，然后把尺寸拉到最大，输入2048，确定，上传图像，选择图像，打开。极梦的操作方法和 Firefly 的差不多，这里就不重复讲了。处理好的图像，我们还需要对它进行高清放大。图像放大我常用的3种功能分别是 Stay Diffusion、Arch Gallery、极梦的画布功能。
我们先来说第一种方法，打开 Stay Diffusion Web UI， 选择后期处理，上传图像，选择图像，打开，选择放大的算法，选择缩放的倍数，点击生成，点击下方的文件夹图标，就可以看到放大处理后的图片。第二种方法，使用 Upscale 软件放大。首先我们选择图像，打开图像，选择放大的模型，选择放大的倍数，这里我选择2倍，选择放大后输出的目录，开始放大图片。现在图像已经放大成功，我们可以拖动中间的竖线对比一下。第三种方法，极梦的画布功能，在导出的时候这里有选择尺寸，可以选择放大2倍，再下载即可。第三步，分镜视频的生成与处理，这里我所用到的图生视频 AI 工具分别是极梦、PWOS、Luma。首先给大家讲解一下极梦图片生成视频的2个小技巧。打开极梦首页，选择左侧的视频生成，选择图生视频，上传图片。我们选择刚才兵马俑的图片，这里可以看到我们已经把图片上传上来了。接着我们要在输入框里面输入关键词，输入的关键词有一个小技巧，只需输入主体加描述加运动即可，不要输入其他多余的。现在我们希望这个兵马俑可以走动起来，所以我们给它输入关键词是一个穿着盔甲的士兵正向着前面的方向走去。点击生成视频，等待它生成视频。可以看到生成的视频中兵马俑已经走动起来了。接下来我们使用首尾帧的方法生成一个视频。在这里打开首尾帧，把之前局部重绘的2张图片上传进来，再把刚才的关键词删除掉。可以看到现在这2张图片就是我们刚才图片重绘时生成的图片。可以输入关键词，也可以不输入。点击生成视频，可以看到现在视频中的兵马俑举起右手给大家点赞了。接下来说一下 PWOS 生成视频的2个小技巧。打开 PWOS 的首页，在左侧的菜单栏或者顶部找到 Image to Video 这个选项，点击进去，上传一张图片，点击笔刷功能，右侧是不同颜色的笔刷编号，下面是笔刷自动识别的区域。现在我们要把兵马俑的手往前触摸前面的屏幕，身体稍微向前倾，点击左边的滑块调小笔触，先把细小的地方和边缘图画完整，再调大笔触，把整个域图画完成。涂出来的地方可以选择左边的橡皮擦工具，把多余的部分擦除即可。接着点击顶部的绘制魔法笔方向，拉出一条箭头，绘制绿色区域运动的方向。接着我们用同样的方法，选择第2个笔刷，图画人物身体的区域，再绘制人物身体运动的方向。点击确定，先把下面高清质量这个选项关闭。等生成的视频满意后，会有个高清放大的功能。点击创建视频。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视频已经生成，点击进去查看一下。可以看到效果还不错。PWOS 的特点就是运动比较慢。如果对生成的视频不满意的话，可以点击右边的 Go Create 重新编辑。满意的话，点击下方的 Upscale 进行高清放大。我们点击高清放大，返回。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视频已经被高清放大，它的左上角有一个 Upscale 的标志，点击进去，可以看到现在的视频就特别高清。再点击视频下方的下载图标，把视频保存到本地。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 Luma 生成视频的技巧。首先打开 Luma 的官网，点击右上角的 Try Now。这里可以看到我之前生成的视频，效果都非常不错。接下来我们用 Luma 创作一个视频。首先点击上传图片，选择一张图片，这里关键词的写法我推荐的是镜头加主体加描述
加运动。现在我需要这张图片生成视频的效果是在高空俯拍兵马俑博物馆场馆内的场景，所以我给它的提示词是高空俯拍加博物馆。因为没有需要运动的物体，所以我没有加运动的提示词。点击生成，再创建一个视频，我们再上传一张图片。现在我们需要生成视频的效果是镜头跟着这个男人一直往前走，所以我给他的提示词是追踪镜头，一个背着双肩包的男人往前走。点击生成视频。刚才有一段忘了说，使用镜头加主体加描述加运动，这里的增强提示词一定要关闭，再重新点击生成。现在可以看到视频已经生成的，对比下来，没有开启增强提示词的更符合我们心中的预想。然后点击下载，保存到本地。下面我给大家推荐3个视频对口型的 AI 工具，分别是 DID、Runway 和极梦。DID 的免费用户只能生成2个对口型的视频，在这里我就不详细介绍了，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自己研究一下。现在给大家推荐第2种对口型的方法，也是我比较推荐的方法。打开Runway的首页，点击上方的 Try Lip-Sync， 上面是对口型的内容，可以是一段文字，也可以上传一段音频。下面左边是不同人物的音色，可以选择一种你喜欢的音色。右边是对口型的人物照片，你也可以上传一张需要对口型的人物上半身照片。这里我还是以兵马俑举个例子，点击上传照片，在下方的左侧随便选一个音频，然后在上方输入需要对口型的内容。因为正式使用的时候，我们是不需要它的声音的，我们只需要它的口型和我们提供的内容一致即可。点击生成，我们可以看到它生成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Runway 赠送的积分可以生成长达10来分钟的对口型视频，然后点击右侧的下载，保存到本地即可。接下来介绍的是极梦的对口型方法。点击左侧的视频生成，上传一张人物的上半身照片，不用给任何提示词，直接点击生成视频。在生成的视频下方有个嘴唇的图标，点击它，可以看到在左侧弹出对口型的设置页面，上方是对口型的内容，可以是一段文本，也可以上传一段音频。下面是很多可以选择的音色，比如我们输入一段文字，点击生成。给我点赞的都暴富，效果还不错吧？我们在 Runway、Luma 等网站生成的视频都会有水印。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款视频去水印的工具，叫做 Hyper Watermark Remover。首先打开软件，把需要去除水印的视频拖拽进来，框选水印的区域。这里的水印移除模式有5个，针对不同的水印选用合适的移除模式。这个视频的话，我觉得平滑填充的效果还可以。我们先来预览一下，点击导出，前后对比一下，效果还是不错的。最后给大家推荐一个视频化的高清工具 Topzap Video AI。首先打开软件，导入视频。在右边我们可以看到有放大2倍、4倍、2K、4K。这里我选择放大2倍，然后输出。可以看到高清化后的视频明显清晰了很多。第5步，对话旁白、音效等配音。这里我常用到的4种配音方法分别是 GPT Showbiz、ChatGPT-S、朗朗配音和真人配音。打开 Showbiz， 它是一款专门训练声音模型的工具，具体使用的方法大家可以网上自行搜索。这个视频就是我用雷总的声音训练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大家不会训练声音模型的话，可以进入这个网站看一下，这个也是 B 站的一个大佬已经训练好的模型。
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第二种配音工具 ChatTTS， 它的特点是对话更加自然，对话的情绪更加饱满。大家可以来听一下演示。这些元素其实是 glam rock， 然后加这种 bling 的感觉。我觉得像这个衣服有一些 jacket， 比如说那个 oversize 的那个丹尼的 jacket， 我觉得我是可以 off duty 的 model 的。这个工具你可以线上使用，也可以在本地部署，而且它有特别多的音色，可以随机收取。在这里我就不详细讲解了，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自行搜索研究一下。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第三个配音网站是两朗配音，它每个月有赠送5万个字符的配音额度，大概可以配5个多小时的音频，足够大家使用了。而且它有200多个音色，支持30多种语言，网上热门的音色它都有，最主要是免费。最后介绍是真人配音，如果用到旁白的话，我一般都是用剪映来录音。打开剪映，在时间轴的右边可以看到有个录音功能，点击它会弹出一个录音的面板，把回声敲除，草稿静音勾选，然后点击开始录音。各位小伙伴大家好，再点击暂停录音，可以看到你录的音会自动加到时间轴上。如果对自己的声音不满意，想换一种音色的话怎么办？先选中时间轴的音频，在右上方的面板我们可以看到有基础声音效果，我们点击声音效果，选择一种你喜欢的音色，它就会自动替换成你所选的音色。我现在录制这个视频的配音也是用了同样的方法。AI 生成音乐，我用的比较多的是 Suno。打开 Suno 的首页，每个用户每天有50个积分，可以生成10首歌。点击上方的 Create， 可以在上面看到有个 V3.5， 这个是它最新的版本号，点击就可以切换。旁边有个 Custom， 是自定义功能的开关，下方还有一个 Instrument 的开关。这个开关打开的话，生成的音乐只有乐器的声音，两个开关之间的是填写歌词的部分，在下方的是歌曲的风格和歌曲的标题。点击最下方的 Create 按钮就可以生成音乐了。如果不会写歌词，也不懂音律，怎么创作一首歌曲的？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种方法。打开扣子的国内网站，点击左侧的机器人商店，选择图像音频，找到这个 Suno 音乐歌词创作专家，点击进去。这是一个专门为 Suno 创作歌曲的 AI 智能体。如果你希望生成的音乐是什么风格的，包含什么乐器，只需要给它输入指令即可。现在我给它一个指令，帮我模仿东风破写一首古风的歌曲。可以看到，它给我们创作了一首质量超高的歌曲。然后把它生成的歌曲依次复制到 Suno 里面，点击生成歌曲即可。现在可以看到 Suno 已经为我们生成歌曲了，我们来试听一下。节气中味，梦回出烟雨江南茶后。过道边马蹄声声急，望乡台泪眼问黄纸，岁月。可以看出，两个 AI 配合给我们生成的歌曲质量是非常高的。第6步，后期的剪辑。一般后期剪辑分为初剪、画面精简、音效、调色。这里的话我用剪映比较多，因为它的素材真的特别丰富，而且操作简单，大大的加快了剪辑的效率。相信大家的剪辑功力都比我高，在这里我就不详细解说了。最后再用一张图给大家总结一下。谢谢大家。